清迈所有故事的起点几乎都是塔佩门，斑驳的红砖墙，广场的歌群护城河，泼水节在这里失控，跨年的人潮在这里倒数。白天是观光客拍照，晚上是街头艺人和醉醺醺的背包客。你会发现，全世界的人好像都往这里聚集。几百年前，这里曾经是兰纳王朝的核心，但现在城墙里最多的可能不是当地人，而是咖啡店、瑜伽课、数位游民与短租公寓。你早上会看到僧侣安静托钵，下午会看到欧美背包客骑着机车穿过巷子，晚上又变成酒吧、夜市、电子音乐与大麻店的世界，古老和现代被很粗暴地揉在一起。但奇怪的是，它并不违和。清迈有一种很特别的节奏，这里的人好像都不急，带着一种松弛感。很多来自台北、香港、新加坡的人到了这里之后，突然开始每天坐在咖啡店工作8小时，假装自己的人生终于慢了下来。每2步一间咖啡店，每3步一座庙。有时候我甚至会想，清迈是不是某种亚洲版本的精神避难所？那些原本在城市里快被压垮的人，最后都会慢慢漂泊到这里，然后坐在护城河旁边，看着夕阳，感觉自己又重新活了一次。大家好，我是漂洋过海，我现在人正在泰国清迈度假，然后演算法呢一直推荐给我清迈的影片，然后你们这些短影音仔真是够了！你们住饭店的时候可不可以不要都讲一样的话，一样的套路？我听得很深，比如这里根本不像泰国，那我来泰国干嘛？真的有出国的感觉。这里本来就是国外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或者是住过一次就回不去了？饭店把你的护照扣起来了吗？再要不然就是这个无边际泳池太犯规，无边际泳池到底犯了哪一个法？又或者住在这里，我真的不想出门，那我来泰国干嘛？讲话有点逻辑好不好？你们这短影仔真是够了！你们不要拍片都讲一样的内容，拍美食也都讲一样的。如果你只来泰国一次，拜托来这里吃。你是进管局的吗？还是海关？你怎么知道我只来泰国一次？这是我近期吃过最惊艳的一家店。你上支影片也这样讲，上支也这样讲，上一支也这样讲，每一家都是你最惊艳的店。如果你来泰国只能吃一家，谁理你呀？我来泰国想吃很多家，不行吗？其实来清迈旅游很简单啊，主要就分3个区域：古城区、尼曼还有其他。清迈的古城区啊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在市中心呢，四周呢被护城河还有城墙所围绕的正方形区域，每个边长呢大概是2公里。如果你走着走着啊，来到了一个地方，你看到了城墙还有护城河，那没错，你就是来到了清迈古城区咯。然后古城区的看点啊，就是它有大量的寺庙，大部分都建于兰纳王朝的时期。我来清迈第1个月啊，最让我头疼的就是我有租摩托车嘛，但是因为路不熟，所以骑着，因为都是单行道，然后如果错过了，就要再绕一大圈才能回到我要去的地方。然后我路不熟，我一直走错。城墙对面啊，就是古城区。然后你看这边的车啊，都是单行道，等于是说，假设你过了一家店，然后你错过了，然后你要再回来就要再靠一圈，然后再绕一圈再回来，这样子就很麻烦啦。然后它摩托车啊，不能够直接右转，也不能够直接掉头，必须呢一直往前骑，然后找到合法的回转点呢，然后再掉头靠一圈回来，然后就浪费了很多的时间。然后我在想，这样设计根本不合理啊！到底谁设计的出来负责？然后我去查资料，才发觉原来清迈啊建于1296年，然后由商王所建立的一个古城。前面呢是商王的雕像，然后在古城区里面我会附上地址哦。然后当时候的情况啊，是大部分的人都用 Bolen 的
不是走路呢，就是骑马，要不然就是坐牛车。然后当时呢还没有汽车，后来汽机车的数量暴增，政府只能靠禁止右转，然后单行道限制回转来避免了城市的交通完全瘫痪。所以在清迈目的地并不是2点的最近的一条直线哦，而是你的车道最容易到达的地方。所以你在出门前要先规划好哪边是单行道，然后要怎么样去调配你的路线，然后你要再去下一站要在哪个地方，哪个路线会比较清楚，就是会很麻烦然后我第1个月来这边的时候，其实是完全不太适应，然后一直绕路，一直找不到地方。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的Google Map， 很多地方呢，其实呢，比方说餐厅或者是一些店其实已经歇业了，可是，在 Google Map 上面居然还是显示营业的。然后我到了现场才发觉，原来已经歇业了。我现在要去洞穴里面探柏林。我们到了。这里是清迈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